男朋友和他的白月光当着我的面来了个法式深吻，别人只分手，我顺便绝了个交，然后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，重逢了我的白月光。李然回来了，今晚给他接风。吴玉说，我正在看一本书，看到精彩的部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吴玉就急了，一把拿走我的书，说，你就这么讨厌他，连话都不回？我下意识地问，讨厌谁？我是真的没听清楚，但吴玉的脸色更差了，他把我的书扔到地上，提高声音说，我说李然回来了，今晚给他接风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要给他接风？我特意休了年假，准备好好给他过生日，结果他压根不在乎，要在自己生日当天给李然接风。不过也行，谁让我一直很体贴呢？所以不需要他回答。我说好。吴玉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摔门走了。我把书捡起来，压着被摔折的封面，心凉得厉害。所有人都说我是吴玉的舔狗，我不反驳，我心甘情愿地被他呼之其来，挥之即去，不过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好朋友，也因为他曾经救过我的命。我和吴玉从小就住一个社区，从还在娘胎的时候就隔着肚皮认识了。我们从光屁股的时候就一起玩，从小就约定做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初三那年，我被小混混堵在小巷子里，那群小混混年纪小却非常残忍，把我推倒后，就有一个小混混要脱我的衣服。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我吓坏了，哀求他们放我吧，放我吧，求你们了。但他们不为所动，脸上都给挂着残忍的笑，还没尝过血生呢，这么嫩。我更加恐惧了，知道求他们没有用，于是我大声地呼救，祈求有大人路过能救救我。小混混脱了我的上衣，把手伸向我的裤子，我剧烈的挣扎，可是没用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吴玉从巷子口冲进来，和那帮小混混扭打在一起。他一个半大小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？可他像疯了一样护着我，歇斯底里的大喊，没有章法的出拳，根本没考虑过自己的安全。很快他就被围殴，我爬起来想帮忙，但那帮小混混又开始转移目标要打我。最后是他把我压在身下护着，嘴角流着血，喃喃地安抚我，别怕，阿诗别怕。我又害怕又被他压得喘不过来气来，一着急晕了过去。等我醒了之后，看到他鼻青脸肿的脸，我就想以后要对他很好很好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上了高中后，他渐渐地变了，他开始排斥我的靠近，总是用轻蔑的口气对我说话，动不动就大声吼我，小小的羞辱一直持续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没关系，他救我那一次，值得我不在意所有他对我的不好。包厢里很热闹，别人都提前到了，我和吴玉是最后到的。李然旁边留着2个位置，看到我们进门，李然站起来说，吴玉、桑石，你们来了，给你们留了位置。吴玉看着仅有的那2个位置，皱了皱眉，拉着我走过去。他挨着李然坐，我挨着季青。坐下的时候，李然冲我得意地笑了笑，季青安抚地拍拍我的胳膊，我感激地朝他一笑。季青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对我存有善意的人，好几次都帮我说过话，我很感激。毕竟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已经连续羞辱我很多年了，成了我男朋友之后更是变本加厉，所以我很珍惜其他人给我的温暖。人来齐了，季青旁边的男人立刻说，瞧瞧，还是你俩配。我看着吴玉，吴玉不说话。立刻有人接话，当年吴玉和李然可是金童玉女，要不是后来有人不要脸，非得插进来，现在早就结婚生孩子了。李然假惺惺地说，大家别开玩笑了，桑石还在这呢，不过都是开玩笑，桑石你不会介意的对不对？我没理他，只是固执地看着吴玉。吴玉皱着眉，压低声音跟我说，这种场合别不给他面子。我没说话，立刻有人说，李然就是太善良了，可惜人家根本不买单。季青看不下去了，拍着桌子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都别说了，难得聚一次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大冒险怎么样？说罢招呼大家玩起来。然后季青低下头，很随意地玩了玩手机，我知道他是在给我发信息，好几次他都通过这种方式劝我，真是善良的人啊，可我不能因为我让他被朋友孤立。我隔了几分钟才假装不经意地拿出手机，微微侧着，在无余光看不到角度，我看到上面是季青发给我的消息，他说，要不然别为难自己了。我突然有点心酸，当了这么多年舔狗，很多人都说我不要脸，没有人知道我不爱吴玉，我只是放不下那个巷子里为我发疯的朋友。亲一下，亲一下，
亲一下，包厢里突然闹起来，我猛地回神，原来是吴玉输了，他选择大冒险。他们提出的要求是让他和李然来一个法师深吻。我看着这一群起哄的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和吴玉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，我才是吴玉的正牌女朋友，可他们不在乎我的脸面，我的想法，在他们眼里一点都不重要。过去几年，我就是和一群轻贱我的人做着朋友，和一个轻贱我的男人做着男女朋友。我看着吴玉，心里一片荒凉。过去那个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了，他成了我的男朋友，可是他不爱我，我不爱他。最后一次，我想，我们以后会怎样，就看吴玉这一次怎么选。吴玉像是瞥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季青抓住我的胳膊，死死地抓着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看着吴玉凑到李然面前，深深地吻了下去。哇哦，场面热闹起来，大家都在起哄，有人看他们接吻，有人幸灾乐祸地看我的反应。我没让他们失望，这一声虽然不高，但在一群起哄的声音中非常明显。其他人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李然和吴玉也停下来，愕然地看着我。我看着吴玉的眼睛，他还是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只是眼神里多了丝隐匿的兴奋。如果换了以前，我可能会思考一下他在想什么，但我现在已经不想探究了。我冷静地对他说：“吴玉，还记得大二我说过的话吗？第3次了，我们绝交吧。”有人站起来厉声指责我：“桑石，你什么意思？玩不起别出来玩，在这拜什么心呢？”吴玉的表情凝固住，像是还没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。我随手拿起手边的酒杯，朝着说话的方向砸过去，扭头恶狠狠地盯着那人。以前我不跟他们计较，是因为吴玉，现在我跟吴玉都绝交了，我管他们是谁。那人将躲过酒杯，还保持着躲避的姿势，表情惊吓又狼狈。酒杯砸在墙上，发出砰的声音，他又吓得一激灵。我居高临下，指着他大声说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凭你也配说我？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是非不分，三观不正，拿出轨当好玩，那婊子当剩女，那我就祝福你们烂到一起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奉陪了。”安静了3秒，李然比吴玉先反应过来，气得发抖。你说谁是婊子？一个男人突然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你他妈，老子揍死你！”我嘲讽地看着他，边往门口走边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你要揍就快点，我一定讹死你！”那男人气得就要冲过来打我。季青突然说：“吴玉，你不说话就没意思了呀！”大家这才想起来，吴玉才是今天的主角，都看向吴玉。吴玉缓缓地扭头看了我一眼，盯着我，对那个大汉说：“你他妈行啊，想打老子女人！”我不再搭理这场闹剧，转身走出门。手机上传来季青的消息，他说吴玉和那个大汉打了一架，现在出来找我了。吴玉给我打了几个电话，我都没接。我游荡在大街上，眼泪不停地流。20多年的情谊，纵使我不爱他，也依然很难过。我突然想起来，15岁那年的暑假，我在他家玩乐高，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我们又总是混在一起，我对他多少有一点心动。当时他刚递给我一个零件，我接的时候正碰到他的手，他像触电一样缩回去，跟我说：“桑石，你可别喜欢我呀，我将来要找个大美女当老婆的，你也漂亮，可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”我有点难过，但我向来识时务，他不让我喜欢，我就不喜欢了。所幸心动只有一点，收回来也容易。但我依然随叫随到，在别人看来卑微得很，但我内心很淡然。他们脑子里在脑补什么我都知道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每天都要给他带早餐，我妈给我的钱有限，为了他和我都能吃到早餐，我总是给自己买馒头，给他买更营养一些的包子和豆浆。我省下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奶茶，有时候还要买2份给他和他的女朋友。我回家第一件事永远是写作业，因为他要抄，时间长了，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。他还喜欢让我帮他追女生，但只要他追的女孩表示出一点对我的介意，他就会说：“桑石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别老跟着我，我又不喜欢你。”第2天，他又会舔着脸来找我要早餐。我不在乎他有那么多女朋友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了，我只是在乎他这个朋友。即使他说话再难听，办事再不地道，我依然怀揣着那个为我冲进小巷的少年，坚信我们的友谊牢不可破。直到我们考上大学，我进了1本，他进了我大学隔壁的2本，遇到了李然。李然是那种明艳大方的长相，像一朵娇艳的玫瑰花，性格肆意张扬，
走到哪都是别人目光的焦点，而我长得内敛耐看。吴玉说我一身的古色古香，像路边的小野花，越看越清淡。吴玉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，好不容易想尽办法追到手，从此外面的蝴蝶都是蝴蝶，只有李然是他的今生唯一。我真心为他高兴，可他对我越发的不耐。我想算了吧，我在我们学校过自己的日子好了，他却还是每天都要找我，可能认识的时间太久，即使讨厌也会成为习惯吧。李然也很讨厌我，其实他真的没有必要讨厌我，我很少主动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一直都是吴玉在找我。他很聪明，当着吴玉的面从来都对我客客气气的，只有吴玉每天都在使唤我，让我在2个学校之间疲于奔命。有一天，我带着给他们买的奶茶，匆匆赶到吴玉指定的 KTV， 正好碰上要出门方便的李然。我手里的奶茶因为收拾不及，洒了2滴在他身上。他尖叫一声，大喊：“桑石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我正要道歉，吴玉从里面冲出来，眼神里盛满担忧，一把把我推开，关心地问李然：“没事吧？没事吧？”我双手拿着奶茶，无处借力，被他推得摔在地上。奶茶洒了一身，我也被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伸出手想求救，却只能发出“哈”的声音，太疼了，疼得我忍不住流出生理眼泪。李然指着我控诉：“你看，他还委屈上了。”我看着他胸口那2滴奶茶，再看看我身上这么多奶茶，不明白我怎么就招了他的眼。吴玉心疼他，想都不想就朝我踹了一脚，拎着我的领子站起来，勒令我给他道歉。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本来就是我的错。吴玉又说，这件衣服陪他一件一模一样的。我的脖子被衣领勒得喘不过气来，定神看了看李然的衣服，是一件名牌，但也是一件普通的 T 恤，没有宝贵到2滴奶茶都洗不掉的地步。我不吭声，吴玉就继续提着我的衣领，不赔也行，给他转5000块钱。我说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虽然不怎么买名牌，但我家境也不差，这牌子的价位我还是了解的，顶多1000块钱，他却让我赔5倍。吴玉恶狠狠地重复，给他转5000块钱。我拉住他的手，缓缓地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撤开，跟他说：“吴玉，以往你那些小羞辱，我看在就算了，这一次是第一次让我觉得无法忍受，但我原谅你，事不过3，如果再有2次，我们绝交。”吴玉吓住了，慢慢地退了一步。我第一次跟他说重话，也说我的心里话。这些年，只要他需要，我就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我连朋友都没有，因为我总是在和别人玩的时候接到他不耐烦的指令，所以我没有朋友，我只有他，但我也是有尊严的。那以后，吴玉有几个月没有找我，我度过了平静而愉快的几个月，我觉得很好。几个月后，我正在彩排一个活动，吴玉打电话给我：“李然的金手镯不见了，是不是你拿的？”我说：“关我什么事？”吴玉冷漠地说：“你下楼。”我下了楼，看到他搂着李然，旁边还挂了一张海报，内容是我偷了李然的手镯，拒不归还，要求学校还他们公道。海报上有我们去玩时，我去过李然房间的具体时间。我气笑了，去过他房间的人多了，感情就我长得像小偷。很多同学都听说了这件事，一波一波的人过来看海报，周围议论纷纷。有人说我不要脸，偷别人的金手镯，有人说进了房间就说别人偷东西，太武断了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是问吴玉，你也这么认为？他说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我说，不是我。李然怜悯地说，真可怜，想买什么要靠自己，偷别人的东西总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，同学们？有些同学跟着他起哄，对。有些同学反驳，也不能这么说，还不知道真假呢。我冷漠地站在人群外，看着这场戏，觉得心寒。他们到底怎么想出来的？太有意思了。真可怜，拿着不是证据的证据来我们学校闹事，诬赖别人总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，同学们？就在我想去找辅导员求助的时候，有人缓缓走来，边走边说着为我出头的话。这次大部分同学都跟着说对。我看向来人是我们系大3的学长古石，他成绩很好，家世很好，又有一副好相貌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支持他的人就更多了。他走到我面前说，别怕，有学长有老师，还有这么多同学，不会让外校的人欺负了你。然后他把自己的袖子塞到我手里，温和地说，跟我来，我们去找老师。他一句话就把所有同学都拉到我这边，同仇敌忾起来。
余光扫到吴玉的目光，死死盯着我牵着古石袖子的手，但我没有去看他。我跟着古石来到辅导员办公室，因为我是学生会的，辅导员经常见我，对我也了解，所以没有多问，反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别怕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一会儿照实说就是。”我点点头，古石站在我身侧，给我打气：“我们都相信你。”他的声音清朗，让人不由自主的信服。我没去看吴玉要杀人的表情，站在古石身边等警察。警察不一会儿就来了，分别找我和李然谈了话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我没有证据证明我没偷，李然也没有证据证明我偷了。李然跟我道歉，我没有接受。吴玉嗤笑着，别的理不饶人了。我没理他，只是告诉他，吴玉，第二次。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，像闹剧一样，但吴玉无疑又一次狠狠伤了我的心。古石陪着我，看着他们走远，轻声问我：“我们走走？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们学校很大，古石带着我走了大半个校区，最后停在大明湖畔。夏末秋初，湖边有点冷。吴玉把我喊下楼的时候，我正在彩排节目，穿着旗袍，还没来得及换。刚才不觉得，现在真的挺冷。古石很有风度地把衬衫脱下来给我套上。我忙说：“学长，不用。”他笑着说：“我还穿了一件，不冷。”学长，谢谢你相信我，也谢谢你帮我。古石信我，吴玉那么了解我，却不信我。想到这，我真的挺低落的。古石说：“不光我信你，很多同学也信你，你很好，所以同学们愿意信你。那些不信你的人，试试远离他们，也许你会过得更好。”我知道他说的是吴玉，也罢，第二次了，第三次还会远吗？于是我笑着说：“快了。”古石目露惊喜，说：“真的吗？我安慰到你了？”我肯定的点点头。他说：“那学长给你一个安慰的抱抱，你别打我。”我又点点头，笑着张开双臂，他便走过来抱了抱我，一触即分，有股好闻的沐浴露味道，片刻就离远了。我有点恍惚。不远处的草丛轻轻动了动，我扭头看过去，古石也随着我的视线看去，那里除了高高的草丛，什么都没有。可能是路过的动物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宿舍。那天回宿舍的路走了很久，我总觉得古石有点欲言又止，可他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，我想请古石吃饭，感谢他的帮助，顺便把洗好的衬衫还给他。可同学告诉我，他已经出国做交换生了，帮我那天是他出国前最后一天在学校。我一个人坐在宿舍的窗前，看着远处的银杏树，看了一个下午，没有看手机，没有理会吴玉的不解和咆哮。但我没有想到，1年后学长还没回来，但李然也出国了。于是吴玉失恋了，他来找我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抱着我大哭。他说：“阿石，阿石，你别离开我，我只有你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离开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不好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”他一脸受伤的表情，说：“我们是青梅竹马呀，谁能比我们更适合？我爸妈很喜欢你，你爸妈也很喜欢我，这叫天作之合。”从此，他开始追求我，反复地说着我们彼此熟悉，彼此谁也离不开谁，是最合适的伴侣，将来结婚了，父母也会很高兴的。我一直不松口。就这样过了1个月，他又喝醉了，他自己喝酒，也不停地给我喝，还说起小时候巷子里的事。儿时，我那天怕极了，但是我不怕他们打我，我怕失去你。我不理解，如果他怕失去我，那他为什么要羞辱我？但他一提小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迷迷糊糊间，他又提起让我做女朋友的事，我听到自己说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同学本来就觉得我老插在他和李然中间，烦我烦得紧。他追我那1年，我更是成了他们最唾弃的存在。我和吴玉的分手并不伤筋动骨，我们恋爱2年，他可能是忘不了李然，时而温情脉脉，时而冷漠以待，所以他没有碰我，我们并没有住在一起。我游荡回家的时候已经整理好了情绪，但我没想到会在家门口看到吴玉。他靠在楼道口，不耐烦地抽着烟，衣服有点乱，头发上沾了一点血迹，满身戾气。看到我回来，他先是急切地走了2步，又换成一贯慢悠悠的步调，走到我面前，指责道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我有事吗？”他烦躁地踢着路边的石子。我爸妈叫我们明天回去吃饭。哦，我说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以前你不都很配合？我们分手了呀，
而且绝交了。吴玉抓住我一边胳膊，桑石，你别把感情当儿戏，多大的事就绝交，你别那么小气行不行？不就是个游戏？吴玉，是你把感情当儿戏，你不喜欢我，却非要和我在一起，你和我在一起，却又放不下李然，你当着我的面和他接吻，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，现在还要倒打一耙，说我小气，我大方点，是不是把他给你内进来当个妾啊？噗嗤，吴玉居然笑起来，原来你也有这么生气的时候啊！我不明白他的笑点在哪里。这2年，我一直想要去爱上他，可他和他的朋友把这条路堵得死死的。现在3次约定已过，我欠他的，用这么多年的自尊还清了。吴玉，你走吧，没意思，以后别来了。吴玉的目光冷下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桑石，我再跟你确认一遍，这么多年的感情你不要了是吧？我说不要了。行，你够狠。我点点头，随他怎么说，不是我狠，是他狠，又狠又矛盾。晚上我正要睡觉，我妈的电话打过来了。阿石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听吴玉爸妈说你们分手了呀？出什么事了？妈，吴玉大学喜欢的那个女孩回来了，我准备成全他们。哎，你这孩子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可别因为这事欺负吴玉，我可得揍你啊！我心想，你要是知道他从15岁开始一直都对我忽冷忽热，还欺负我，恐怕你要揍的就是吴玉了。妈，别说了，分手了，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女婿，不回头了，不回头。我妈知道我的性格，知道多说也没用，干脆的挂了电话。我躺在床上放空自己，过了最初的难过后，我的感觉是轻松。的确，我虽然没爱过吴玉，但连续多年来自曾经好朋友的侮辱，还是让我过得很压抑。在一起以后，我的日子更加不轻松。我们的生活，双方父母都已经规划好了，我没有机会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因为我的规划里有个他，我想过的生活，他不想。但现在，我活回了我自己，我也能过我想过的人生了。我把自己画的图纸拿出来看了一遍，心里默默地规划着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第2天，我带着自己画画的工具去了郊区，那里有爷爷奶奶留给我的一套房。爷爷奶奶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艺术家，他们的房子修得也很有艺术感。我爸对艺术没感觉，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上大学学的也是艺术专业，爷爷奶奶就把房子留给了我。我一直想去那生活，可我知道吴玉不喜欢，所以即使我画了很多草图，也只是找人定期去维护，没有去住过几天。房子保存得很好，家具也大部分完好。我打算把小窗格都改成木质的大玻璃，墙面刷带颜色的漆，再调整一下院子里的布局，补充一点家具，就可以住了。回来之前，我在网上下了大量材料，准备亲自动手。我太享受这中间的过程了。小时候房子有什么改动，爷爷和奶奶也是亲自动手，我耳濡目染，也学会了很多。18岁之前，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，我甚至就已经和他们一起改造房子了。哟，阿石回来啦，这回住几天啊？门口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，我一听就是知道是隔壁的乌梅婶，便放下手里的活，和乌梅婶聊起来。乌梅婶，我打算把房子改造，以后就常住了。那感情好，你家这房子空久了，我还少个邻居呢，以后你住进来了，我们常来常往啊。我答应他，一定会常来常往的。乌梅婶又说，改造房子可是个大工程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跟我说啊，你这门都拆了，今晚要不上我那住去吧，没门可不安全。我拆的是小门，大门都没拆，安全性上还是可以的，但我确实打算去乌梅婶家住几天，和门没关系，主要是长时间不回来，被褥都潮湿发霉了，我刚扔掉买了新的，还没到货。于是我说，好啊，那这几天打扰您了。好，记得来啊。我挥汗如雨地干了一天，又在网上下了一堆水粉颜料，这才发现自己一身灰尘。于是我去洗了个澡，去乌梅婶家吃了一顿晚饭，还美美地睡了一觉。隔天一早，我妈的电话就把我吵醒了，我接起来看了看时间，才6点半。妈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阿石，今天回来吃饭吧。妈呀，我刚回爷爷奶奶家，你让我回去吃饭，下周吧。我妈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你姑姑来了，你快回来。我爸虽然不爱艺术，但我姑姑爱，他是搞古典音乐的，经常在外地找灵感，几年都不见一次是常事，难得回来一次，我肯定得去见他。到家后，我意外地发现姑姑没回来，
坐在我家客厅的人是吴玉，他和我爸妈聊得正好，见我进来就站起来朝我走。你看你，吵个架而已，怎么能跟阿姨说我们分手了呢？他惯会装的，一直就是伤害着我，但在我爸妈面前永远是一副对我很好、很迁就我的样子。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态。我站在门口做了一个停的手势。吴玉，分手了，别作态了。如果你以邻居的身份来看望我父母，欢迎你；如果是以我男友的身份，那请你以后别来了。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好好和他聊，我和你爸出去买菜。我妈看情况不对，赶紧打圆场，说完推着我爸出了门。我们分没分手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和好。我看到吴玉往前走了一步，连忙说别往前走了，再走我就出去，什么都别想谈。我离门只有1步的距离。他停住，有点受伤地看着我，解释说我和李然真的没什么，就是大家开玩笑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我和他那天以后就没见过面，我没有出轨，真的。你和他有没有关系不重要，你和他接吻了，当着我的面，当着那些看我笑话看了几年的人的面，我说过了，第3次绝交。吴玉，你记住，我们不只是分手，是绝交。吴玉定定地看着我，像是还没明白我的意思，但他很快嗤笑起来。桑实，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而已，你真要玩这么大？我打开手机，把最近他发的朋友圈截图都发到他手机上，看看吧，你所谓的真心话大冒险而已。等了5年，你终于要回来了。配图是一个激动的表情包，熟悉的香水味。配图是一个一个大波浪发型的女性背影，和李然的发型一样，没有平替，从来没有。配图是吴玉喝醉酒的照片。我这人遇事不太计较，但不代表我真不介意。比如他这些朋友圈，我看到的时候都截了图，心里也不是不难受，可次数多了也就不难受了。我和他的情分在他那恐怕早就没有了，在我这一直有，但也越来越薄，直到他和李然当着我的面接吻那天，彻底断了。吴玉黑着脸看完我发过去的朋友圈，审视着我，半晌又怒又笑地说：桑实，你还知道截图了？我发了那么多，你当时怎么不找我闹？现在攒着算总账了。你截图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委屈坏了，觉得我一点都不爱你？可你爱我吗？你那副永远镇定的样子真是烦透了。李然就是爱我，我就是爱他，怎么样？诚然我不爱他，可我是过去爱他了，他没有给过我机会。分手了，挺好。吴玉，看在你也曾经用命保护过我的份上，别来了，去和李然好好过日子吧。我欠你的，用这么多年的自尊还完了。吴玉猛地怔住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当年我们还很要好的时候那些事，但他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我，眼神隐隐哀求，这我就更看不懂了。我打开门走出去，深呼吸一口，回到我租住的房子。我去公司辞了职，理由是失恋了，要去了疗伤，但我其实是去过我想过的日子。我要在郊区开个工作室，办完离职，我去退了房子，回了郊区。到郊区房子的时候，我妈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是不是和吴玉彻底没戏了。我说，妈，你还记得刘姨吗？刘姨是我爸的初恋，我妈年轻时候没少为了她跟我爸吵，忘记谁也不能忘记刘姨。于是我说，如果刘姨回来找我爸，他俩当着你的面玩了一个接吻的游戏，我妈立刻狠狠共情了，跟我说，分，一定要分，那死小子下次还敢来卖惨，看我不打死他。虽然他的共情和我的感受不太一样，但有用就行。我订的颜料是同城，当天就到了，但我订的那些木材得2天时间。爷爷奶奶在的时候给房子起名为悠闲斋，他们说人生有很多无奈，如果可以一生悠闲度过，那便快活似神仙。我从小喜欢跟着他们，对他们的想法从来都很赞同。我安静，渴望闲适的生活，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种菜修花，而吴玉最爱灯红酒绿，所以总是觉得我乏味。我想先做一些小事，头一件就是把宅子的名字挂出去。我找了一块木头，细心打磨好，调好颜料，用跟着爷爷学了很久的字体，写上宅子的名称，勾了一朵兰花。然后我拿起来，在阳光下细细打量，突然心情大好，我决定把附近的风景画下来。春天的麦田是一望无际的绿色，风吹出一茬又一茬的麦浪，夕阳正好，大把大把的金色阳光洒下来，远处的树都镀上一层金黄的颜色。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景啊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好像能闻到小麦的香气。
我调好颜料，惬意地把我钟爱的风景挪到画上。画到一半，远处缓缓走来一个人，以我的目力，只能看到来人穿着灰色休闲裤、白色衬衫，长相看不清楚，但气质上佳，让我想起大学时代瑰丽的梦，梦里有个人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忍不住想把他入画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人物已经画完了，远来的人也终于走到了我面前。画得不错，他说，声音清朗，在我铭刻的记忆里，这个声音总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出现。啪嗒，我的笔掉在地上，下意识地抬头，果然看到一个清俊儒雅的脸。与记忆中不同的是，他还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连忙站起来。古时微笑着看着我，看我这是偶遇了谁。我听说这里有个老艺术家的宅子，设计得很有艺术感，过来看看能不能参观。最近我正在画老宅系列，想找找灵感。这附近都是普通的居民，如果说能有个老宅设计得很有艺术感，那一定是悠闲斋了，真是让人愉快的巧合。那你要找的就是我家，只是不巧，我最近正在改造老宅，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没关系，这样也很好，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？当然可以，学长请。古时却摇摇头，说不着急，我等你画完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画，脸上顿时大热，解释说，学长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刚才的画面太有氛围了，我没忍住。不用解释，能进你的画是我的荣幸。一阵风吹来，我听到大学时那场暗恋长出花骨朵的声音。古时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喜欢一个人，也是我唯一一次暗恋一个人。他的名字在那几年里藏进我不可言说的心意，他的衬衫还好好的放在我衣柜里，只是沐浴露的味道早已消散了。我们学校有一棵树龄很长的银杏树，每年的11月，银杏树的叶子会变成明亮又温暖的黄色，落在地上后，整个地面也是温暖的黄色，十分诗意。我第一次见到古时，就是在这棵银杏树下，他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看书，穿着他一贯喜欢的浅色系休闲裤，套了一件卡其色的毛衣，气质淡然，深情专注柔和。那一幕成了我心中一幅隽永的画卷，温暖了我每一个寒凉的夜晚。我看着这幅画卷忘了呼吸，直到吴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惊扰了这幅画。于是古时的目光从树上离开，朝我看来。一阵风吹落很多银杏叶，在我眼前落下，簌簌的落叶中，我看着古时朝我温和一笑。我因为电话提前回神，也朝他微笑点头，然后接起电话。吴玉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：桑时，李然想喝椰奶，你给我买2杯。那是我头一次没有理会吴玉，任由他大呼小叫，我直接按了关机键。很快，学生会迎来一场比较大的活动，要求全员参加。我因为吴玉缺席了2次全员大会，这是第3次。我们部长说，要是这次再不去，以后就都不用去了。活动那天，我到的比较早，古时就在会场指挥部门的干事布置会场。我假装路过他身边，看了一眼他脖子上挂的工作牌，纪检部部长古时。我没想到他也看到了我，而且还记得我，他冲我微笑，很温和地说：是你呀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我说：学长好，我是文体部的。你们部长刚才出去了，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先帮我的忙。我忙说：不介意，学长。纪检部和生劳部是我们学校最累的2个部门，每场活动安排的都是最酷最累的活，但古时看起来一点也不疲惫。那天晚上，我跟着古时做了很多事情，他很照顾我，安排的都是简单又不累的事，直到我们部长从外面回来，他都没有把我还回去，还跟我们部长说：你们不这个小姑娘借给我吧，明天我请你吃饭。我们部长答应了，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，那是忙碌又快乐的一个晚上。后来我再也没有缺席过学生会的活动，特别是大型活动。因为我和古时一起做活动的那天表现不错，他经常跟我们部长借人，时间久了，我和他越来越熟。我们部长都说我名义上是文体部的，事实上属于纪检部。古时是那种待人很周到的人，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学生会人员，他都会照顾对方的情绪和身体状况，对我也一样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古时会给我带奶茶；活动早的时候，古时会顺手给我带早餐。遇到专业课的难点，古时知道后会帮我解答。这样的好，让我有种我被特殊照顾的错觉。1年多的时间，我们的关系也从见面打招呼变成熟悉。有一次，古时带了几包零食、几罐啤酒，打电话喊我一起去操场喝酒，
当时我正在隔壁被李然使唤，接了他的电话，立刻回了学校。吴玉气的在我身后大吼，我都没有回头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古时已经在台阶看台上等我了。我站在台阶下，他坐在上方，拿着一罐酒，笑声朗朗地说：“快上来，我听说外面有人要放烟花，这个角度正好。”我走上去，坐在他身边，他便随手递给我一罐酒：“姑娘家，喝一罐就好了。”那天晚上真的放起了烟花，我在他身边，生出了无数浪漫的情绪。他的话也很少，好像真的在认真欣赏烟花。后来他把我送回宿舍，室友说学长可能喜欢我，但我不敢想，感情这事很忌讳单相思，何况我是这样不知情识趣，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吴玉都不喜欢我，何况别人呢？第2年，我升为文体部长，古时成为了学生会会长。年底，学校要组织全校性质的游园活动，我们细分到一块地，但需要学院自己设计一次性门和墙面，这个活落到了文体部，去年是部长设计的，今年是我。古时作为学生会主席，也忙得脚不沾地。那段时间，常常是我在忙设计，他忙着其他。办公室经常只剩我们2人，不忙的时候，古时也不着急走。他说晚上不能留下女孩子一个人在楼里，于是变成他每晚送我回了宿舍，再回自己宿舍。因为有他的陪伴，我觉得忙点也挺好，有一种不能被人知道的幸福感。跨年夜，游园会正式开始，我们部门只需要在学院的地盘值守半个小时，但因为他需要全程值守，所以我也自发的没有去其他学院玩，一直和他忙到0点。元旦到来，他问我：“小石，累不累？”“不累。”“游园活动结束了，文艺楼前面有通宵舞会，去不去？”我点点头，他就和我并排走着，道路两侧和头顶的元旦装饰温暖又喜庆，对那时的我来说，就像是特意为我和古时搭建的。我边走边想，一会儿我们会跳舞吗？他会拉我的手吗？直到我们到了舞会现场，音乐声将我拉回现实，古时朝我伸出手，用近似温柔的声音说：“把手给我，小石。”我伸出手，觉得自己给出的是全部心意。他握住我的手，问我：“还记得大一学校教的交谊舞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。”他笑着，另一只手轻轻放到我的腰上：“别怕，放开跳，我不怕踩。”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古时笑得更开怀。那晚我不记得我们跳了多少支舞，我只记得我们都没有换舞伴，越跳越默契。直到吴玉突然出现，我在人群中扫到他黑得像锅底一样的脸时，内心第一次对他生出了厌烦。他冲进舞池，用力把我从古时手里扯出来，但还知道要脸，压低了声音问我：“这是谁？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古时放开我，没有看他，只问了我一句：“疼不疼？”我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疼。”然后我对着吴玉说：“跳舞，你看不出来吗？”吴玉似是被我的冷漠刺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这是关心你。”我冷漠地回了他一句：“不用。”他气得想打我，可是古时拦在我前面，警告他：“你敢动手，我立刻告到你们学校，请离开我们学校。”大学生打架的后果是很严重，吴玉不敢。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想打我，我不太确定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如今想想，应该是被人冷落又使唤了太多年，突然有一个人为我挡下这些冷漠和危险，觉得温暖吧。何况这个人又是我喜欢的人。后来吴玉被气走了，古时把我送到宿舍楼下。学长，我和古时同时说话，我想说谢谢，但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至今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后来只是笑着说了一句：“算了，下次吧，你上去吧，早点休息，别多想，有事来找我。”在想什么？我回过神，看着眼前的古时，想到了大学时候，一时没回神。他也露出回忆的神色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有一种幽兰一般的气质。他这是夸我了。学长不觉得很乏味吗？我有一个发小，总说我很乏味。你的发小不懂你，幽兰自有她的悠然自得。这样的人需要的是细品慢赏，长长久久也不会腻。你难道没发现上大学的时候，同学们和你的关系都不错吗？就是因为你身上的气质让人舒服。好像还真是，我和同学的关系一直都不错，他们说我身上的感觉很自在，